女孩和哥哥听见母亲卧室里传来撕心裂肺的哀嚎声。自从他们记事以来，这样的声音像噩梦一般一直围绕在他们的心里。母亲一生经历了8次怀孕，4个孩子因各种原因夭折，但她依旧在45岁时冒着生命危险再次生下了这对双胞胎。所有的一切都源于那个脾气暴躁的父亲。他坚信孩子越多越好，却对妻子的身体毫不在乎。对待儿子，父亲从不手软，稍有不顺就会暴力惩罚。大儿子只要反驳父亲，便会被锁进马棚，接受皮鞭的惩罚。I hate him. 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孩，克里斯的处境似乎更好一些，但这并非出于爱，而是因为她从小乖巧听话，成绩优异，常常让父亲在外人面前倍感骄傲。每天上学成了她唯一的快乐时光，那是她唯一能够摆脱父亲束缚、释放自我的机会。然而回到家后，无论她如何努力分担家务，父亲的怒气总会在瞬间点燃。克里斯将所有的压抑情感藏在心里，只有在日记中，她才能够找到一丝安慰，释放那些无法言说的痛苦。有时她躲在田地里，幻想着自己考上大学的那一天，毕业后就能彻底摆脱父亲的阴影。她梦想成为一名教师，教导学生做有礼貌、有修养的人。当他中学毕业后，他的老师看中了他的才华与潜力，特意上门劝说父亲，希望能让克里斯去城市读大学。可父亲却固执地认为，女孩子读书没什么用，嫁出去就是别人家的人，还不如早早留在家里帮忙干活。最终，父亲冷漠地把老师赶走了。在父亲的压迫下，哥哥率先学会了反抗。这天，父亲刚出门，哥哥就偷偷拿起了父亲的猎枪。克里斯提醒他，这把枪只有父亲能用，哥哥却只是淡淡一笑，说他知道。随后走出去，对着天空开了几枪，或许是想借此发泄内心的愤怒，表达对父亲的恨。这一举动让母亲有些意外，竟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，因为这是大儿子第一次在家中勇敢地反抗。然而父亲回来后就发现子弹少了，这时的母亲也是第一次发火，说自己的儿子拿一次枪能有什么问题。Father, you can't. Hold your tongue. 然而最后，父亲还是将哥哥狠狠教训了一顿。克里斯看着浑身是伤的哥哥，泪水止不住的流。他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。那天晚上，母亲来到克里斯的房间，克里斯急忙扑进母亲怀里，问他发生了什么事。母亲轻轻叹了口气，只是说生活不顺心，并告诫克里斯千万不能走他的老路，还提醒他要学会自己去了解、选择男人，因为结婚后没有人能帮他。那时的克里斯并未意识到母亲这番话竟是他的临终遗言。第二天，他放学回家，哥哥哭着告诉他母亲服药身亡了，还带走了刚出生不久的双胞胎弟弟。原来母亲再次怀孕，却再也无法忍受那个冷酷男人的折磨，最终选择结束这一切。虽然是父亲逼死了母亲，可他却在众人面前装作伤心欲绝的样子。那一刻，克里斯觉得母亲终于从那个压迫他一生的男人手中解脱了，尽管付出的代价是生命，而克里斯的童真也随着母亲的离去一同消失。他的心仿佛死了，连同他的梦想都被封存在了日记里。葬礼上，克里斯和哥哥站在最前面，泪水止不住的流淌。葬礼结束后，姑妈匆匆赶来，她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，她怕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孩子得不到好的教育。当晚，姑妈就连夜带走了2个小侄子，只剩下克里斯和哥哥帮父亲打理田地。每到秋收时节，父亲忙不过来，就会雇些工人，接着把这些工人安排在牛棚居住。3餐饭食则由克里斯负责送去。可这个工人看到克里斯就心生邪念，时不时想对他动手动脚。然而克里斯可不像母亲那般软弱，他总能勇敢地保护自己。时光流转，克里斯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，村子里的年轻小伙都开始留意她。但克里斯的心里只有尤恩。尤恩看起来温文尔雅、彬彬有礼，而且他也一直爱慕着克里斯。与此同时，克里斯的哥哥再也无法忍受这个毫无温暖的家，决定去西伯利亚闯荡，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。父亲听到这个消息，只是默不作声，便转身离开了。克里斯得知哥哥的决定后，心里满是不舍。哥哥问他愿不愿意一起走，克里斯却摇了摇头。他觉得自己除了这个家无处可去。哥哥简单收拾了行李，下楼后兄妹俩紧紧地相拥着。从此，最爱他的哥哥也要离他而去。他站在窗前，望着哥哥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远方，泪水夺眶而出。终于在这一天，那个冷漠无情的父亲遭到了报应。这天他在干活时，突然感到头晕目眩，随后晕倒在地。克里斯听到声响，急忙跑过去，想要扶起父亲，可倔强的父亲却一把将他推倒。克里斯赶忙去找医生，医生检查后告诉他，父亲患了脑溢血，可能会终身瘫痪，以现有的医疗手段无能为力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克里斯没有丝毫伤心，反而松了口气，仿佛压在心头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。但毕竟是亲生父亲，血脉相连，他还是决定承担起照顾父亲的责任。就在这时，他收到了哥哥寄来的信，信里提到哥哥已经结婚，并且和妻子一同去了阿根廷，从此再也不会回这个家。他将这件事告诉了父亲，他估计心里早已经不认这个儿子了。接着递给父亲一个口哨，示意他有需要就吹响。可父亲非但没接口哨，还猛地抓住克里斯的手。父亲的一番话把克里斯吓得赶紧逃出房间。在门外，他听到父亲愤怒的咆哮声，心中久久不能平静。父亲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，试图走出房间。克里斯听到动静，毫不犹豫地反锁了房门。第二天，他在窗户上铺上了一层白布。父亲的朋友看到情况，立马前来询问。My father's dead. 在告别仪式上，克里斯站在一旁，神情冷漠，一滴眼泪也没流。姑妈让他给父亲最后一个吻别，而他却直接摇了摇头，转身离开了追悼会现场。
在他心中满是对父亲的怨恨与厌恶，因为父亲就是这个家庭悲剧的根源。父亲死后，克莉丝继承了父亲的所有财产，包括房子和农场。一夜之间，她从一个贫困女孩变成了小富婆。就在这时，她与尤恩重逢了，一切仿佛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。于是两人迎来了第一次约会。那是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，克莉丝的马跑远了，尤恩帮她把马追了回来。在马棚里，两人确认了彼此的心意。随着彼此了解的加深，克莉丝和尤恩的感情愈发深厚。她把想和尤恩结婚的决定告诉了姑妈。姑妈虽然有点惊讶，但看着克莉丝眼里满满的爱，便没有反对。几天后，姑妈离开了农场，克莉丝不顾旁人劝阻，决定在父亲去世后的第2个月举办婚礼。为了这场婚礼，她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，连保姆都觉得她没给自己留后路。可克莉丝并不在意，她的梦想就是为自己打造一场美丽的婚礼。婚礼当天，克莉丝穿上婚纱的那一刻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她不禁想起母亲曾经说过的话，心里坚信自己找到了与母亲截然不同的男人。婚后第2天，保姆就离开了，因为那场婚礼耗尽了克莉丝所有财产，但她毫无怨言，她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。新婚生活甜蜜而美满，夫妻两人一刻也不能分开。时间很快过去了几个月，克莉丝躺在草地上晒太阳，她轻轻抚摸着自己的肚子，那里有了一个新生命，是她和尤恩爱情的结晶。又过几个月，经过2天2夜的阵痛，克莉丝顺利产下一个男婴。她和尤恩为孩子取名小尤恩，这饱含着他们对未来的美好期许，也是爱的延续。可原本幸福的一家3口生活才刚刚开始，第1次世界大战爆发了，所有男人都纷纷自愿奔赴前线。尤恩并不想去，克莉丝也不希望丈夫参战。然而很多事情往往身不由己，战争期间，女人和孩子能在大后方安稳生活，男人的使命却是冲上前线。当祖国需要时，他们别无选择。若不去参战，就会收到1只白羽毛，那是对懦夫的惩罚，会被所有人嘲笑。尤恩的几个朋友在巨大压力下，已经决定奔赴战场。尤恩为了不让妻儿被人嘲笑，最终也选择前往战场。而克莉丝能做的只有和儿子一起默默守望，期盼战争早日结束，等待丈夫平安归来。在漫长的等待中，土地成了她唯一的慰藉。就这样3年过去了。这天上午，尤恩带着浓烈的酒气回到家中。His father. 可年幼的儿子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印象。经历战争的洗礼，尤恩的性格发生了巨大变化。他用强硬的语气逼迫克莉丝做他不愿意做的事，还不断向克莉丝要钱喝酒。克莉丝不明白，曾经那个温柔多情、满心爱意的丈夫，怎么在短短3年内变得像父亲一样陌生冷漠。面对丈夫的粗暴行为，克莉丝可不像母亲那样一味顺从，她会勇敢地和尤恩对抗。几天后，尤恩收拾好行李，准备再次返回战场。出门时，他在门口特意抽了1支烟，心情复杂地望着克莉丝，叹了口气，没有和她告别，背对着她渐渐走出家门，远离了妻子和孩子。2个月后，克莉丝收到消息，尤恩在战场上英勇牺牲。他的世界瞬间崩塌，悲痛如潮水般涌上心头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克莉丝努力克制着这份悲伤，可她依然无比思念尤恩。直到这天，尤恩的好友从前线回来，向克莉丝透露了事情的真相。原来尤恩经历战争的残酷后，精神受到极大创伤，看着身边战友一个个牺牲，他的内心变得极为脆弱。他知道自己随时可能战死，所以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，决定悄悄逃离战场，回家看望克莉丝和儿子。然而尤恩为了让克莉丝不再因自己而痛苦，故意装作冷酷无情，想让克莉丝对他失望，从而放下他，去重新寻找能陪伴他的男人。得知这一切后，克莉丝懊悔不已，她痛心自己之前的冷淡与忽视，甚至在最后一次告别时都没能给尤恩一个温暖的拥抱。2颗曾经相爱的心在命运的捉弄下，永远的错过了彼此。生命如同克莉丝的农场，深埋着无数不为人知的痛楚与喜悦，在每一寸被翻耕过的土地里，都藏着我们不愿提及却无法忘却的过往。父亲的暴力，母亲的无奈，爱人的牺牲，这些伤痕并非为了摧毁我们，而是教会我们在残缺中寻找完整的勇气。